又搞偷袭是吧？还好我早有准备 ，Ultra 4个颜色我拿下了。估计有很多小伙伴其实还不太清楚华为的 P 和 Mate 到底是个啥关系，谁强谁弱呢？我这么说吧 ，P 系列哦不对，现在是 Pura 系列，主打的是拍照 ；Mate 系列呢，主打的是商务全能。具体到配置呢，一般是这样的 ：Mate 换新的处理器 ，P 用新的摄像头和算法，各遥遥领先半年。所以说白了，晚出的就是好。有没有在用 Mate 60系列的小伙伴？用了半年到现在还好用吗？遥遥领先。但是今年的 Pura 发生了一点点小小的变化。首先 ，Pura 70系列居然出了4个版本，这 SKU 看得我头都晕了。简单放个图，大家看看吧。名字就不说了，主要这个外观，刚看到网图的时候，真觉得有点离谱。但是真机的质感其实还真挺不错的。这几个颜色，小伙伴们喜欢哪一个？质感最好的，我觉得是这个绿色，它这个三角形的棱边啊，还故意削出来一道亮边。这摄像模组吧，又暗藏玄机。你看啊，我点一下。这红圈一出来，我咋感觉质感更好了呢？我还发现一个奇怪的好处啊，它快板声是1英寸旗舰机里面最小的。但你要说很平，其实也不至于，主要可能还是为了塞更大的镜组和保证对焦范围吧。看到正面4个边简直窄到离谱，阿角的控制和弧边几乎就是我觉得完美的程度。而且跟 Mate 60系列不一样啊 ，Pura 70 Ultra 会更窄一些，我觉得这个手感甚至比 Mate 60还要好上不少。胖胖的机子还是有点不适合我用，手也不会很容易摸到摄像头，这应该是目前手感最好的超大杯了。甚至这一个壳，我觉得设计的都挺好看的，年轻的都有点像 Nova 的感觉了。不过都 Ultra 了，还用短焦屏下指纹的，应该也没谁了吧？别看这个摄像头会伸缩，机子还是支持 IP68级防水的，插到水里面一样可以伸缩。快进到掉进马里亚纳海沟，用摄像头伸缩划水游回来，还是领先很多。启动速度还挺快的，跟别家基本一个水平。而且我看有一些人好像担心这个噪音的问题，大可不必。但为什么说今年有一点小小的变化呢？因为它用的处理器确实不是同一颗，不过就不展开了。总之，性能是强了一点点的。拍照这一块也有点意思，这伸缩镜头让我想起了当年的伸缩额头大战。而且别说啊，这些逻辑真的是一样一样的。跌落的时候会缩回，用手摁进去也没有问题啊。当然玩一玩是可以的，但是不建议一直摁。但是这个伸缩镜头跟相机上面那个伸长缩短还不太一样。其实这个往前的部分不是镜头，而是外面的保护镜片，就是为了让出来一点点位置给镜组移动对焦。但是相比这个很唬人的硬件，好玩的东西反倒是在软件里面。首先是虽然主摄是 RYYB 啊，但是这个预览的效果比以前好太多了。对比了一下预览窗和成片，甚至都有点所见即所得的意思了。而且现在多了一个高清模式，开启之后拍出来就是2500万像素的照片，这个就更离谱了。比如说我拍一个哑铃凳，其他旗舰放大之后也还可以，但是 Pura 70 Ultra 甚至能够直接看到上面的纹理，简直恐怖，就连 iPhone 的2400万模式都达不了一点。所以咱们来看看画质吧。还是熟悉的华为味，摄像头会从22.5毫米裁切到27毫米，而且比较倾向于拉亮暗处，让整个画面看起来更清楚。但是对于色彩的把握就差点意思了。华为手机不是有个功能，就是比耶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拍摄嘛？但我刚刚在拍这个的时候，它被赛博切里硬控了，我刚刚没按，再来一次。太搞笑了吧！这次还有个比较出圈的，就是它的抓拍很强。你看，我对着这个高速运转的机械拍一下，定格了。但是不是就这么遥遥领先呢？其实各家旗舰也有类似的算法，只是拍出来的效果没有那么接近。不过借这个机会顺便说一下，我举双手赞成把这些算法集成到默认的拍照模式里面。毕竟等我按一下运动模式，都已经运动完了。你看到这个抓拍快到什么程度啊？我把扔狗扔出去。长焦微距离谱，这是 OPPO 的对焦距离，这是 vivo 的对焦距离，这是小米的对焦距离，这是华为的，这是 iPhone 15 Pro Max。哇哦，这应该已经超过所有人的需求了。人家拍花，你拍的是植物样本是吧？
唯一的问题就是我还是想要小米上面的景深合成。AI 云增强这一次也增强了，这个功能基本上就是把照片上传之后 ，AI 算一下再发回来，来回弄一下，大概需要个20 MB 左右的流量。但最关键的是，在 Mate 60 Pro 上面对照片的要求非常高，必须得是主摄拍的，还必须是人脸。现在能支持到后置的所有摄像头，还能识别花卉，甚至微距模式也能增强。我自己的感受嘛，人像的增强是最明显的，然后就是微距模式。而且这一次的视频也升级的非常多，直接从最拉胯变成了 T1。iPhone 视频除了画质优势以外，防抖和夜景视频是独一号的。打一个比方啊 ，iPhone 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新手用上了稳定器，但有些安卓机的表现就像是机器人在试图模仿人类行为。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防抖的时候怎么让画面不会很晃，但是又保留自然的移动。Mate 60 Pro 的视频画面看起来是这样的，就能看到那种一顿一顿的机械感，而 Pura 70 Ultra 几乎全程都非常丝滑。跟其他旗舰比一比呢，到晚上的时候阴测是真香啊，走起路来的时候几乎看不到一点拉丝。但看完这些硬件升级之后，系统相比之下就没那么多惊喜了。但可能还有很多人觉得华为很商务老气，实际上也不是了。你看一下这几次新出的这个主题啊，我的眼睛往上看呢，它就会往上面跑；往下看的话，它就往下面跑，真的超级可爱。不过除了多一些 AI 功能，加一点小主题，这系统里面就找不到太多变化了。但还是老样子啊，如果你只是想买一台扎扎实实用的手机，那这个系统不会让你失望。这样的 Pura 70 Ultra 你觉得够满意了吗？华为既然给它起了个新名字，那应该就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，或许是 AI， 或许是算法。OK，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